那我们讲说它的效率为什么说它效率好？这个可以很简单算一下。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热力学里面就那个什么那个用热能发电，卡诺循环，就不是一般的循环不就是这样子吗？这个应该大家知道吧？热力都学过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讲说基本上也上次讲过说，大概一般的火力发电厂单循环35%左右，负循环40%，那希望更高阶可以45%，那是我们的目标，那已经是很遥远了。好，所以这个很容易算了。基本上你会发现说锅炉效应已经很高了，发电机的效应很高了，大部分都是怎么样？怎么把热变成动能那个地方是最大的问题啊？怎么把热能变成动能那个地方是最大的问题啊？不过呢，基本上都是4%，如果是说50%，已经是实验室里面非常非常高的。好，那我们来算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那燃料电池能量怎么算？大家还记得叫做什么？怎么叫做 Gibbs free energy 吗？这个 energy 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可以被拿出来使用的最大能量，就是这么简单。好啊，当然你就想说去算它就比较难，但是它这个意思是说，这 free energy 代表什么？代表可以被使用的最大。你不可能100%把能量拿出来使用嘛，因为它本身还具有温度啊。对不对？它除非在绝对0度的时候你就不动了，不然的话，它本身具有的绝对的能量，你是没有办法100%把它拿出来用的。我们只能讲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最多可以拿出这种能量是这么多，就是 give free energy 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燃料电池是用电化学的方式，所以基本上中间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说这个 energy 就是大概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最大能量。好，那这个 energy， 所以呢，我们讲说。燃料电池输出的最大能就是什么？你就可以把它算一算啦。你生产物的自由能，就减掉反应的自由能，这就是我们可以用的能量啊。理论解啊，当然你会发现说答案事实上做出来不会跟理论解一定跟理论解有一段差距啊。不过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我们可以算出它最大能量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只要知道生产物是什么，只要知道反应物是什么，把它相解就知道说我到底有多少能量可以用了。好，然后呢，我知道能量可以用。我们刚才讲说，一个燃料电池板大概是0.7伏特，怎么算出来的？这些能量就是用来做功的嘛。好，电能的做功电能的功怎么算？电动势乘以电量嘛，对不对？好，那我就知道说一颗电子电量多少，我知道嘛。所以说这个反应式会产生多少的电子，它的电量我也知道嘛。好，假设全部的自由能都拿来发电了。然后它产生电子的电量我知道了，一除我就知道说这个的理论电动势是多少嘛，就是电压是多少嘛，了解吗？一个是我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可以使用的最大能量，我可以从一些那个物理的从一些物理的材料里面可以算出来。那我也知道它产生，因为如果知道反应式的话，我就知道说它产生多少电子嘛。那电子产生多少电量我就知道啊，一除就电动势了嘛。所以这边就在跟大家讲说，我怎么算出说不同的电动势是多少。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第一个电动势跟什么相关？跟电量相关，所以不同的反应式产生电动势不一样。如果说今天你用不同的材料的话，用吃氢的跟吃一氧化碳的当然会不一样。第二个，你什么样？那个还有它的自由能也不一样啊，因为吃氢跟吃碳的，它产物如果氢跟氧只产生水。它跟碳产生的 CO2， 它的自由能也不一样。然后现在我们希望从能量反推出每个燃料电池可以产生的电压有多少，因为电压也是很重要，电压会影响到说我们这电流可以传多远嘛，对不对？因为它是需要那个，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每摩尔大家都知道嘛，一个摩尔这么多分子嘛。好，那一个摩尔的每个有这么多。一个摩尔这么多分子就是这么多电子嘛，因为电子，然后呢，每个电子的那个能量我们都知道，所以基本上就定义出一个叫所谓的法律常数，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是说什么一摩尔电子到底有多少的电量而已，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算出来就是长这样子，对不对？个十百千万，将近10万库仑的那个什么的电子。好，那我们知道说，基本上电的能量怎么算？就是电压乘以电嘛。电流做功就是多少？电流做功就是什么？就是我的
电流做的功就是什么？跟那个电流做功多少？就是你的什么电动势乘以什么样？电动势乘以什么？你的电量嘛。好，那如果以这种燃料电池我这叫什么 ？solid polymer electrolyte， 就是什么固态多分子的什么电解质的燃料电池 fuel cell。我们讲过说，这个 fuel cell 的名称就是以它的电解质是什么东西来称呼它。现在这个东西当然你还不知道，等一下会介绍。假设以这种最典型的电解质这种燃料电池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以氢来当它的原料，叫燃料。所以说它是产生2颗电子嘛，所以说就很清楚它的能量是怎么多少，做过程多少，就是2倍的什么2倍的库仑数嘛，那乘以什么样？电动势嘛，就等于能量嘛。这能量怎么算出来？能量怎么算出来？做过就是什么？刚才的什么自由能的差嘛。所以我算出自由能的差，然后我把这个除过来就好了，我就知道说这个燃料电池的理论电动势是多少，理论的电压是多少，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就很简单，你知道什么样？知道自由能是多少，知道它的反应是几个被分解是几个电子。这个是一摩尔电子的标准的带电量，是乘以几摩，这样就可以算出什么样电动势出来了。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它理论的什么？理论的值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表。这2个先不用看了这2个等一下那个先看这个，这是刚才讲的那种一个典型的固态的多分子的电解质燃料电池，它的不同操作温度之下，它的怎么样？因为它都是什么反应式它的反应式就是长这样子，就是由氢来的。所以氢来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得到它怎么样？它的自由能什么样？你把它的自由能减掉这2个自由能的和，就得到了嘛。好，这是算出来的。那算出来之后的话，我就知道。所以说，当我如果要选择说我的操作温度是多少，我就取它来做嘛。比如说，我今天讲说，如果是25度好了，如果是我的操作温度是25度，那么自由能是这么多，然后我除以什么呀？2倍的库仑数，我就可以得到怎么样？得到它的理论电动势 1.14 伏特，这个知道吧？好，那如果比如说有另外一种，我们讲就直接讲纯燃料电池，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操作温度都很低这个是25度的时候这是200度 C 的时候。那如果是直接讲纯燃料电池的话，基本上它放出的那个电子数是6个，因为这边的话是甲醇做解离。所以它放出电子数是6个，这个时候6个的话，基本上你就还是一样，然后找出什么呀？找出那个总反应式。当然这个时候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energy 就不能从这边找了要找其他的，这个是只有那个要找其他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算出来，它也是1.21伏特。你要找到这个相对应的什么自由能相减，然后得到那个自由能差，就除以它的什么？库仑数几个电子就可以得到它的那个理论电动势这样子 ，OK。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什么放出电子越多越好或怎么样子，这不是这样。不过就是说你只要是看完全是怎么样，这不能讲说放出电子越多就怎么样，而是说刚好是在这情况之下不能这样，不是这样说电子越多越好。然后呢，我们的效率怎么算呢？效率就是你把什么样，你就是比照什么样最大的热值。我们在讲说理论的最高的有效率的时候，你不能讲你要跟什么跟热值跟如果说是当发电机的时候用热来发电的时候，它的效率是多少？然后这个时候比较的话，你要比较说是什么？用什么高热值来比？也就是说，如果它完全是用放热反应，它反映出来的热能跟我现在用化学能的反应去做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高热值是多少。它的高热，如果比如说今天这个高热值，这个都是量测出来的，高热值是285，但是自由能的那个差只有这样子，所以这是什么？最大的有效率，就是说比起我拿来烧的时候，这个燃料电池的有效率是83%。但是你要记得说，我们用烧的又受制于什么？热力学第2定律，你不可能100%的那个什么有效率。如果假设60%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变成说，实际上来讲，虽然说它看起来83%是说比完全用烧的能量
燃料差。但是你如果用来发电的时候，你完全烧的能量，那个热能又不能完全拿来用，所以这个所以说你在外公上嘛，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说看起来它好像比用烧的差，但是你用烧的用来发电的时候，因为它的有效率很差，比如说我们就用烧的，好吧，用负循环45%了，非常好的那个什么，非常好的那个所以说基本上你这个83要跟那个45比啊。啊，这个83是说它的热能可以使用83来发电，但是那如果是真的用热能发电的话，只有43%有效率，所以说是比较差的。这就是这两行旁边的，有没有？这就是这两行旁边的。我的什么样最大电动室就是这个东西，在不同的温度之下，它基本上它的当然会越低啊。为什么？因为你温度越高的话，你的自由能就那个什么就越小啊。因为温度你要维持那么大的温度的话，基本上你本来就不可能把它能量拿得太多，它就温度会降低。如果我维持操作温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刚才算出来的那个80几。所以呢，你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你可以理论，这是理论的解哈，理论都是很高的。就算是你温度很高1000度的时候，你的什么有效率还是62%，还是远大于我们的火力发电啊。那当然是你在做的时候，又不能用这种有效率来看的哈。那这个只是个理论有效率还是比较差一点这样子。而且呢，这个是最大的操作电压。当然，这种理论电压你不可能达到，因为有太多的那个不完整性，但是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操作这种最大电压，我们会操作在，所以为什么刚才讲说我们一般操作电压是在0.7左右，所以这边也是有几种不同的那个什么样，不同的那燃料电池的特性啊。他这边讲说，所以说基本上燃料电池的什么样，它的那个什么性能，取决两个，第一个，到底我的什么样，我在电解质里面，我的离子有多少离子可以。对吧？就是说离子通过离子的那个什么，我们叫 ion current， 我的离子流，就是说我的离子流量有多少，我有越多离子可以被分解，经过我的电解质到负极去，我就反应速度会更快。所以基本上是怎么样？基本上就是说，第一个，我在这个电解质里面离子的移动速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大概就是怎么样？我电极的反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反正一句话啦，你就是要让它怎么样？让它反应增快了，但是这边的反应有两个反应啊，一个是正极的分解反应，一个是负极的结合反应，这两个反应都要增快。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正极分解的很快，但是你没有办法让这个离子很快速到达负极去的话，它没有办法结合的话，你的反应还是会变慢。所以你是两边都要顾到，所以就是说两边的反应都要够快这样子。这边是一些不同的燃料电池，它的那个一些反应的那个的效果。你看前面的基本上，你看如果是这是什么？这是在一些在不同温度的时候，如果都是用氢来当燃料的话，不同温度的时候，它们都是一样放出2颗电子，所以说它理论电动是也都可以算出来。然后这个是它什么？它如果温度越高，它理论电动是会下降，因为它自由能下降嘛，对不对？你操作温度越高的话，你可用的自由能下降，所以基本上温度越高，如果情况不变的话，它的最大电动是会下降。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讲说，那个下降的斜率是多少？啊，平均下降斜率是每度 K 的时候，它电动是会降多少？啊，这个是在液态的时候，对吧？这是在液态，这是气态。这是不同的，这是用什么样？用一些不同的 C， 这是什么？这是加什么？就是 CH2 是什么？啊？好像没看过看过CH4 哈，CH4 是甲烷，啊 CH2 是什么？什么？乙炔哈，那你们比我厉害哦，谢谢。我今天我突然看一下，我觉得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甲醇嘛，对不对？这是甲醇嘛，是不是？啊，这是甲醇，对啊，这个呢，这就是反正这是乙醇啊，这两个比较简单了哈，这个甲醇就是乙醇啊，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啦，你就可以知道说，燃料电池事实上它可以用的燃料蛮多的，你只要发展出任何东西可以让它解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发那个什么，它这个是因为木偶数不一样，它那个是
不是摩尔数不一样，它的里面的离子数不一样，所以它发出电子也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它的那个电动势就长得不一样。所以2个重点，怎么样让反应增快？那反应增快里面很多都是怎么样化学的问题，那化学的问题就很多是什么材料跟催化剂的问题。